乌军攻入布良斯克森林，开辟俄境内第二战场。俄军在库斯克前线攻击强度接近红军村前线水平。乌军68列兵旅再次歼灭俄突击分队。俄军三面强攻库拉霍沃地区城市。乌军空袭俄罗斯梁赞州和图拉州。乌克兰披露俄军3年战损。据俄媒 ASTRA 消息，乌克兰国民卫队第12亚速特种作战旅 Scout 联队被发现在布良斯克州的谢佩特列夫斯基森林区作战。消息称，该联队已成功占领了一个俄军阵地，正在快速打扫战场，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早些时候，外界曾传出乌军要进攻布良斯克的消息，如一些俄罗斯博主曾表示，乌军正在布良斯克边境集结部队，一旦完成突破，乌军就可以沿着 M 公路推进，直指当地的谢夫斯克和苏泽姆卡，而他们的第一站恰恰就是谢佩特列夫斯基森林。但现在还无法核实乌军攻入布良斯克消息的真实性，而且即便为真，也无法排除这是不是乌克兰发起的一次佯攻。要知道，在2024年年末，乌军为了转移注意力，就曾多次对布良斯克州发动小规模的地面行动，当时掀起了舆论，甚至一度让人以为乌军将大举进攻布良斯克。但结果，俄军在布良斯克部署了不少兵力，而乌克兰却从库尔斯克发起了突袭。现在乌军再度集结重兵，无论他们会从哪个方向展开进攻，都会备受瞩目。倘若乌克兰真的选择大举进攻布良斯克，那就标志着乌军正在开辟俄罗斯境内的第二战场。库尔斯克战场，乌军在尼克利斯基村附近吃了点小亏，有3辆 BMP-1 装甲车被俄军光纤无人机摧毁，1辆 CV-90 步兵战车被击伤。如今俄军已从斯维尔德利科沃方向攻入别列杰夫卡地区。在苏贾南部，乌军在科诺佩尔卡村附近阻击俄军推进，同时乌军疑似已越过普塞尔河流建立桥头堡。乌克兰真理报援引乌总参谋部报告显示，如今俄军对库尔斯克前线的攻击强度已经十分接近红军村前线水平。此外，据美国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在苏梅州东北部朱拉夫卡方向的国际边界附近发动了袭击。同时，据 AKM 地图表示，俄军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在苏梅州大伯布里克村附近森林摧毁了乌军一套 S-300 防空系统，多达20名乌军士兵丧生。不过该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哈尔科夫方向，乌军第92旅6连伏击了一支由30辆卡车和 BTR 装甲车组成的俄后勤车队，歼灭俄军战斗及后勤人员200余人，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国防部说于2月24日声称俄军占领了边境城市托波利，但该消息尚未得到乌方证实。此外，据美国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在库皮扬斯克至莱曼战线加大了光纤无人机的使用数量，同时正试图以小型步兵群的形式推进。不过70%到80%的俄军小组在前往前线和集结点的途中就被歼灭。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的比洛霍利夫卡已经沦为灰色地带。恰索菲尔和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的局部反击则再次收复了一片区域。据乌方消息称，俄军正利用大雾和降雨天气发动袭击，试图穿过顿涅茨顿巴兹运河。红军村方向，2月24日，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俄军正在沿着 T-0515公路向舍甫琴科以北推进，而乌军正在全力阻击。乌军第68列兵旅再次歼灭了俄军一支摩托化突击分队，打死打伤俄军步兵30余人。美国战争研究所援引乌方消息称，随着乌军持续成功抵挡俄军攻势，俄军第55和第74摩托化步枪旅、第433摩托化步枪团以及第27摩托化步枪师和第87步枪团已经损失了30%至50%的人员，因此俄军加强了对红军村的火箭弹和空袭打击。库拉霍沃方向，俄军第68独立坦克团在攻下乌拉克利后，沿着沃夫恰河继续推进。俄军第150摩步师、第39近卫摩步旅、第114近卫摩步旅正从东南北3个方向合围科斯强击诺皮利。同时，俄军还出动了苏34战术轰炸机，不断向驻守乌军投掷滑翔炸弹，目前情况岌岌可危。而乌军方面，由于兵力太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乌军第46旅已撤出了防区。该战场如今仅剩下了乌军第79空突旅苦苦支撑。奇怪的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旅是挡不住15倍数量敌人的，而乌克兰重装集团就集结在红军村，离得并不远，但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却没有派兵增援，难道是另有安排？
大诺希尔卡方向，乌军第110摩步旅昨日摧毁了俄军一支机械化分队，打爆俄军2辆 2S-19和3门152毫米自行火炮。综上所述，俄乌战线较为平稳，但由于交火不断，双方均损耗惨重。乌总参谋部2月24日报告显示，乌军共歼灭俄军1050人，摧毁敌人坦克9辆、装甲车6辆、火炮44门、军用卡车及其他机械载具110辆。在空袭方面，在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后，乌克兰的报复如期而至。据美国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于2月23日至24日夜间向俄罗斯梁赞州和图拉州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乌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军无人机率先袭击了梁赞炼油厂。现场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展开激烈交火，随后梁赞炼油厂附近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燃起熊熊大火。俄罗斯方面不久后作出回应，其梁赞州的州长帕维尔·马尔科夫表示，俄军击落了全部的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引发了大火。不过马尔科夫并没有透露炼油厂的具体损失状况，只是强调没有人员伤亡。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反虚假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中尉表示，梁赞炼油厂是俄罗斯5大炼油厂之一，每年能处理1110万吨石油。除了生产常规的汽油和柴油产品外，他还为俄军提供航空燃油，支持了前线空军对乌克兰境内的袭击，因此该厂一直都是乌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实际上，这也是该厂2025年以来遭受的第3次空袭。此前曾于1月23日和1月25日夜间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多达2万吨的储油罐起火，俄军的战略能源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在那之后，俄军袭击乌克兰的频率都明显降低。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图拉州乌兹洛瓦亚附近的一个油库，并引发火灾，一度中断了运行。此外，俄罗斯的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布良斯克和乌军正在反击库尔斯克等地都遭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详细的战报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从乌军近期表现来看，类似的大规模空袭在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发生。CNN 援引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报道称，在3年的战争中，乌克兰损失了11%的领土。如果加上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总计损失了18%的领土，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被迫离开家园，前往乌克兰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总计有630万乌克兰难民在欧洲，而截至2024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有120万乌克兰难民居住在俄罗斯境内和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虽然战争持续了3年，但乌克兰人越发团结。在3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致辞：3年抵抗，3年感恩，乌克兰人3年的绝对英雄主义，我为乌克兰感到骄傲，感谢所有保护和帮助他的人，致所有为乌克兰工作的人，我永远缅怀每一位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献出生命的人们。在战果上，据希尔斯基将军2月24日报告显示，过去3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据统计，俄军损失了超过10100辆坦克、21100辆装甲战车和23300套火炮系统。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则估计称，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损失了约14000辆坦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双方数据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可能只考虑了被摧毁的车辆。在人员伤亡上，希尔斯基2月24日表示，俄军伤亡接近87万，其中约25万人死亡。俄罗斯反对派媒体2月24日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其中他们按俄罗斯继承案件登记册估计，在过去3年的战争中，至少有16万至16万5千名俄军士兵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战争研究所评估称，鉴于俄罗斯国防工业能力和苏联武器库存的限制，俄军3年在战场上所遭受的车辆和火炮系统损失是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补充的。目前俄军只能依靠大量步兵来维持前线的推进速度。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太空军近日发布一张影片，显示由 X-37B 太空无人机的外部镜头拍摄其与地球的合照。该机一度被美军列为高度机密，其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发，属于新一代的轨道实验飞行器。发射过程类似于 SpaceX 的火箭，无人机将被推升到太空轨道释放，并可自行返回地球，在移交至美军后，于2010年4月22日执行了第1次升空试飞测试，至今已完成了6次往返任务。其中在第5次任务中 ，X-37B 在飞行轨道上待了780天，在第6次任务中更是创纪录的运行了908天。此次为第7次任务，于2023年12月28日发射升空，当时并未公布返回的时间。
在此次美军曝光相关影片后，这就意味着该机目前仍在外太空的高空轨道进行一系列测试。分析人士据此展开推测 ，X-37B 如此频繁地进行测试，其核心任务至少包括2项：一是推进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船技术，二是进行可带回地球进行分析的实验。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是否有开辟俄境内第2战场的打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